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天生有富贵命的女人福相。有福之人生活幸福美满，人人艳羡。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这个人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一个人是否有福气，很多时候从面相上就能体现出来。身边也经常有朋友问我，他们的面相如何，是不是天生的有福气之人，什么样的面相才天生有福。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什么面相的女人最有福气。一、田宅宫开阔的女人，贵夫之福。眉毛眼睛之间叫做田宅宫，如果田宅宫生得很开阔，再加上中间没有遏制伤疤，这种面相的女人多数福气不错，能够得到一些长辈留的东西，还会跟经济条件不错的对象成婚，结婚后可以得到另一半的豪宅。二、下巴丰满的女人，恩爱之福。下巴长得丰满，这种人晚年运势非常好。这种女人不仅相处起来很容易，而且还很善解人意。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的人是有帮夫运的好相，在生活当中会得到另一半的疼爱，夫妻恩爱，和和美美，是有福气的好面相。三、人中清晰深长的女人，孝顺之福。有清晰深长的人中，女人生殖能力强，能生出遗传优良基因的孩子。她的孩子也容易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未来成就高，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表征。相学人中也有了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这种面相的女人真是好命。四、鼻子高挺的女人，掌权之福。鼻直耳挺，深耕丰隆，鼻翼饱满的人都比较有福气，在生活中掌控权势。这种面相的人会凭借自己的自信与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获。这类女人会得到另一半的宠爱和呵护，家和万事兴，生活幸福美满。五、垂珠厚大的女人，旺家之福。有着大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类型。有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金钱运、朋友运和健康运都不错。这种女人不光自己有福气，就是她的家人也能够接受她的福气，享受到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自己的运势也会变得美好幸福。六、眉毛纹路清晰亮泽的女人，健康之福。在眉毛部分，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完整，没有眉毛过粗、过黑或者眉形不齐的样子。具有眉秀的人往往在财运方面会有大的起色，在健康方面也比较幸运。七、眼睛大而清澈的女人，无忧之福。眼睛要大而且清澈，眼睛黑白分明，目秀神清，主其人秉性坚毅，识大体，不急躁胡为，做事有条理。这样的女人是天生的福相，生来不知何为愁苦，所以也非常的单纯。八、眉形清秀弯长的女人，知己之福。眉形不宜浓浊，即带有腻毛，眉形清秀弯长者必定多才多艺，性情中和，善解人意及心境开朗。两眉之间印堂部位不被两眉相侵，都能得到朋友信赖，以得知心朋友和忠心部属。所谓快乐无穷，只因眉生额角，多愁常虑，皆为眉所印堂。九、耳朵位置高的女人，名利之福。看一个女人是否有福气，要看她的耳朵。耳朵不但能看出幼年运势、家境好坏、心性好坏，更能借此预言将来是否获得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耳朵位置高的女人天资聪颖，学习能力强，读书成绩优异，善于沟通，是成功人士的典范，能够拥有名声和地位。上面这些是叫得上名字的福相特征。但除了这些之外，如果我们身上还有这些相学特征，也属于天生有福的富贵命格，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一、唇红齿白，嘴唇色泽偏红，同时齿列整齐，不尖不暴，齿色偏白。伴随着这种相的是声音偏向柔美，咬字清晰。具有此相的女子和丈夫间的关系甜蜜，夫妻恩爱，感情生活美满。这类能够享受美好情感生活的女子，最大的性格优点就是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经，而且很体贴，善解人意，使得家庭内聚力强，感情基础坚实。二、下巴丰满。下巴长得丰满是爱生活的女孩子，不仅相处起来容易，也是相当善解人意的女子。
相书中有言，风寒重仪，旺夫兴家，就是说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的相貌就是帮夫运的好相。娶到这样的女子为妻，做丈夫的非常幸福，因为她们是标准的贤内助，对全家人都相当的体贴，而且开朗大度，温和敦厚，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3. 眉心长痣，若眉心中间长了一颗大红痣，则说明这个女人天生具有佛缘，本人福气深厚，能旺自己旺家人。她们性格善良宽和，理解他人，乐善好施，是个帮助他人不求回报的人。他们一生会做很多好事，帮助很多人，心胸开阔坦荡，一生福气满满。这样的人不仅会有很好的佛缘，运气也不错，总能遇到各种好事儿，不仅自己能够发展顺利，享受生活，还能催旺家人运势，一生富贵，福泽有余。4. 鼻子高挺，鼻直而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的鼻相。这样的女子多半很有贵气，能做夫人命。拥有如此优良鼻相的女子，就算书念得不是很好，也不见得没出息，因为凭借自信与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因夫帮夫，这是大鼻美女会做的事，做老公的算是很受宠，又很受保护。5. 脚底下长痣，在相学中，脚底有痣往往代表着极品之贵，是大福痣，往往代表着贵人运旺势，一生财福旺运，衣食无忧。而且脚底有痣的女人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性格活泼开朗，能旺夫旺家。她们属于人群里运气爆表的那一批人，遇到困难也很快就能解决。6. 毛发柔软，发质倾向柔软，个性会很柔和，比较不会自寻烦恼，不自找麻烦，这样的生活会相当幽静安逸。同时个性柔软的人还有个好处，行事上不见得没有主见，而是协调性和妥协性很高，总能面面俱到地帮家里解决问题，分忧解劳。7. 脖子后面有痣，在脖子后面中心位置有大痣的女人，心胸开阔，志向远大，为人低调谦虚，是能成大事之才。这样的人命中有靠山，自身韧性强，不惧困苦，在恶劣的环境都不会打倒他们。他们还是敛财的好手，年龄越大，财富积累越多，所以基本到中年就会发达。8. 人中清晰，女性要是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必定是生殖能力强，能生出优良遗传孩子的上上之相，所生子息也容易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未来成就且高。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象征，故而有人中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真是好命。9. 垂珠厚大，有着大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类型。耳垂厚大的人，金钱运、朋友运都不错。耳垂大而柔软的女人，对人十分宽厚，尤其对自己的老公、孩子都会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有福音，有人缘，这样的女人有福气极了。如果你的太太是个有福气的人，全家一定能接收到她的福气，享受到衣食无虑的生活。10. 柳叶眉，眉形弯曲的幅度相当大，同时呈现出弧形的这两种眉毛，且从眼头长长的到达眼尾的后方。这种柳叶眉的女子都是善良无比、心肠特软的温柔佳人。不过生有这种眉形的女子并不多，遇到了就要积极把握，以免错失先机，被其他人先追走了。11. 手心有痣，手掌心有痣主富贵，代表一生财路丰厚，大富大贵。有此痣的女人是天生的统领者，胆魄手腕十足，又不缺气运，一般很早就能够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事业。总的来说，一生都比较顺遂，不缺花用，生活富足。12. 田字脸，所谓田字脸，就是额头偏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上又有着丰盈的幼痣，整个脸型方中带圆的类型。这种女子心地相当宽阔，好交朋友，又乐于助人，同时也是心思细密，会帮助朋友渡过难关的慈善家。没工作的她的热心帮人家安排，缺业绩的她会帮着找买主。无论如何，愿意付出比别人多的田字脸，娶到她等同于拥有一堆真心的好朋友。13. 耳垂有痣，耳垂上有痣的女人性格都温柔善良，乐于助人，命中福气旺盛，且身具佛缘，是有福的命格。从面相上来讲，耳垂处长痣是贵相痣，有此痣的人心思较为细腻，性格稳重，孝顺有礼，有着极好的人缘，
本身也比较有才华，做事靠谱，能够很快晋升，聚财能力极强。一般来说，这样的人虽然早期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后面能够得到贵人赏识，一路顺畅发展，晚年家庭美满，富贵显荣。14. 眼神清澈，眼珠黑白分明，这类女孩聪明慧洁，就像是漫画中的女主角一样。有这样美丽眼睛的女子都是天真、单纯、开朗，带点孩子气的美少女，漂亮、气质好，而且进退有礼，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气，也因为命好，平日多用正面思考来看待世人。尽管有低潮和挫折，但面对逆境也能有克服与转移的一套思维，有这样的老婆幸福。15. 声音柔和，声音柔美甜润，中气畅旺的女子，即使长得平凡，都能够配得条件相当不错的男性。这不是神秘的橡树之言，而是有生理和心理的基础。声音柔和的人，个性多半温柔。一个人的福气或多或少都可以从面相上体现出来。你的面相是如何呢？是不是天生的有福的面相？但是面相只是了解我们运势好坏的一部分，具体情况还要结合整体情况来看。但结合上述内容，总的来说，有福之人观其面相必定是快乐、自信的。3. 风水，风势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5种寡妇相，克夫又克子。什么是寡妇？寡妇就是死了丈夫或者独守空房的女子，是那些丈夫活到30岁，妻子活到80岁。所以在这样漫长的寡妇生活中，有人选择了再嫁，有人选择了单身生活，各种滋味如何，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其实没有一种绝对的面相说明此女一定成为寡妇，然而拥有下列面相的人相对轻易孤独到老。下面小酱汁就为你详细讲解一下会成为寡妇的面相有什么特征。1. 天庭尤其宽广，整个额头宽而方正，甚至比男人的额头都宽。这种女人有很好的头脑，就算是身边没有男人，事事也能够处理妥善。但恰是有这样的相者，往往丈夫才能和心智受到长时间的压制。因嫉妒妻子的才华而杀妻的人，历史上并不少见。或许许多女人非常的不忿，说实话，若是女人的社会竞争力实际高过男人，那么此女的家庭必定受挫。2. 鼻子大却无肉，女人的五官比例中鼻子偏大，然而枕头和鼻翼都十分的单薄，鼻孔偏大，鼻骨有暗纹、隆起、生灰质，都属于鼻相差。非常多的人误解，鼻子越大的女人丈夫就越好，有大无形，不仅不代表好的婚姻，反而代表着唯我独尊的傲气，看谁都不顺眼，不易与人相处等特点。3. 眉不盖棱，发重而反，眉主感情，若眉毛不盖眉棱骨，以致眉骨凸露，主刑克丈夫慎重。一夫不能终老，必配二夫，故此称为白虎眉，可知其厉害。妇女头发既粗硬，除了运程致谢外，亦主刑克命刚，送欲以防。耳为鼻之外缠，辅助鼻运之气势，故耳反露骨，防夫害子，中年婚姻有破。4. 鼻梁露骨，口大齿乱，鼻者财帛，而女性则以鼻为夫心，鼻如悬胆者多能旺夫益子，故女鼻亦丰满有肉，金甲相符，婚姻必能美满。若鼻梁不丰隆，尖而露骨，如结节鼻，在年兽位上明显鼻骨隆起者，或者是山根至准头尖削无肉，鼻骨呈渐脊高起者，对夫运亦有影响。口大女性友好与夫争长短，欺夺夫运，不论在外在内都有想凌驾丈夫和支配丈夫的潜在倾向和力量，故女人口大有逢夫之缺点。若再加上口齿疏乱，参差不齐，色泽黑黄，更是克夫相。5. 颧骨部位凹陷，女人的面相中颧骨过高不可，颧骨凹陷也不可。首先各位都听说过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孬的说法吧？颧骨高也是寡妇面相之一，颧骨高的女人克夫更是人尽皆知的事情。除此之外，女人的颧骨非常的凹陷也是克夫的体现哦。如果一个女人的颧骨部位相当的凹陷，则说明她是一个性格非常阴险较窄的人，她们喜欢在暗地里暗算别人，不仅如此，就连自己的枕边人她们都要暗算，可见颧骨凹陷面相的女人心肠歹毒啊。另外，这类面相的女人夫运极差，不仅不能帮助自己的丈夫，反倒会连累自己在丈夫事事不顺。
所以颧骨凹陷的面相特征也是相术学中认为的寡妇面相之一。6. 脸盘又宽又大。女人的脸型以小巧为美，一般来说，脸型小且精致的女人不仅好看，还非常能够引起男人的保护欲望，性格也娇滴滴的，也是个小鸟依人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婚姻一般都会幸福。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脸型非常的大，脸盘又宽又大，如同一个大柿子饼一样，那么这样脸型面相的女人婚姻多半不幸，主要是因为她们的性格非常的凶狠恶毒，心肠歹毒，且心中没有半点孝道与善良。在婚姻中不仅会对自己的公公婆婆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还会非常狠毒地对待自己的丈夫，对待自己的子女。这样面相的女人要是生在古代，必定是一个寡妇。7. 三白眼。女人寡妇命的另外一面相特征就是三白眼。那什么是三白眼呢？三白眼就是眼珠部分比较靠上，而白眼球比较多的眼睛就被称为三白眼。而三白眼的女人看起来会给人一种很阴郁的感觉，本身性格又都不会太好，时常阴郁不定。这样的性格也让他们的另外一半吃尽了苦头，所以像长有三白眼的女人也会长期压制着自己的另一半，使对方放弃压力。8. 下巴尖细或内收。一般晚运都不好，现实非常多人都不注重晚年运。其实人之晚年恰似一生收获的过程，晚年运好的人往往是其一生的总结。下庭也就是鼻子下的人中到下巴，这个位置短小者若不懂得年轻时节俭和克制，不懂得积福，到了晚年恐怕只会在悔恨中度日。9. 嘴唇特别的薄。看一个女人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看她们的嘴唇了，因为一个女人总是喜欢涂一点口红来强调她们美丽的嘴唇，那样就会显得非常的好看。但是有的女人你看她们即使是涂了口红，也是嘴唇抿的只有一条线，这样的女人其实就是寡妇命的女人，她们的嘴唇出卖了她们的命运。所以很多女人就会故意涂很多的口红试图掩盖，但是这都是没用的。10. 法令纹很深。其实大家老了的话都是会有一点法令纹的，而这里所说的法令纹很深是指那些年纪轻轻就是有很深法令纹的女人，她们明明没有到长法令纹的年纪，甚至于她们其他一点皱纹都是没有的，单单就是有法令纹，那么这样的女人就是典型的寡妇命，而且她们以后的日子也是不开心的，所以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娶这样的女人，觉得会克夫。11. 面部凹陷严重。有的女人就是天生的其他部位都是很胖的，但是一到自己的脸部就是颧骨很突出，脸颊凹陷，甚至于她们的眼眶都是凹陷的，这样的女人可是娶不得的，因为她们天生就是一张寡妇脸，她们的命运也是寡妇命，所以就会显得她们看上去非常的阴郁，让别人看着就不是很开心，就是说的这类女人了，她们很有可能就是会吸走自己男人的精血的。12. 眉间有川字纹。眉间有川字纹的女人可以大概知道她们的烦恼很多的，经常都是愁容不展，一天到晚就是皱着一个眉头，让我们一看到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不开心啊，看上去特别的丧气。于是其实她们并不是天生的寡妇命，而是可以看到她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非常的不开心，家里的丈夫体弱多病，很有可能就是成为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寡妇了。13. 额凸眼深，眼多泪。男主刚，女主柔，妇女以柔为本，如额太方、太大、太凸，此皆主性刚而克夫；发际太高为火焰上炎，日角太高为杀气过重，亦主克夫。故额虽是官禄之地，而女性而言，亦主婚姻及夫运。若额凸露骨，必须迟婚，43后最理想，可免刑克，否则早年守寡。故古人把妇女之凸额称为丈夫镜，眼睛深陷，性格孤独怪异，难以与夫婿沟通，大多难享夫福。看似眼似哭泣或者带泪光者，亦有生离死别之叹，空长独守。14. 额上纹多，丘肿低凹。丘陵和种目在左右太阳穴之位置，可从这部位观察一生之感情运和婚姻好坏。若丘陵种目低陷，肉薄，则视为额窄，必然一生婚姻欠缺，即便能够早结婚，亦难得终老。外若有疤痕破相，更主夫寿不久，额为官禄之位，
于妇女易主夫缘，故额上纹理多，更有破坏婚姻之意。书曰：妇人额窄真为害，额上横纹更防夫。眉中黑痣夫遭害，眉里三纹再加郎。大抵说的就是眉中黑痣亦是防夫之象，眉内纹痕易影响婚姻。15. 颧骨横张，发言生粗。颧者，权也。颧骨横张好弄权，故颧骨横张必与鼻相背，必多暴躁，多不尊重老公，甚至有欺凌老公的现象。若缺乏颧肉，刚过于柔而成克夫相。书曰：杀去三全面，离夫额不平。欲知三度嫁，女作丈夫生。若然有此象，终见不安宁。所谓三全面者，是指面大、颧高、面无肉，颧骨外张，加上额骨凸起淡薄，终要与夫分离。倘若具有此种颧骨之象，再加上出言语调粗，声带沙哑，行客更甚，虽数度婚嫁，亦未休止。书亦有云：声似破铜锣，三行六害多，故声音亦为重要，不可轻视。若有相似全形额相，切不可沉迷烟酒及辛辣食品，以免损声带而带来破相而损婚姻。以上几种寡妇相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当然也非是很短时间就能化解的，更别相信有什么外在的方法可以破解。没有人愿意或者想让自己变成寡妇，但世间各种角色都需要有人扮演。在了解了自己的角色后，需要时刻反省自己的不足，改善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福德的积累，最终是能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呀，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的穷相与富相。总是有人跟小酱之老师吐槽，凭什么自己努力了一辈子还是没钱，而别人呢却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够收获丰厚的财富。其实呀，这个小酱之老师之前强调过很多次，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有好运的，这也与自己的手相、面相特征有关。也就是说，你身上的某些相学特征属于天生的穷相或者天生的富相。具体怎么理解呢？因为大多数赚钱养家的都是男人，所以小僵尸老师呢，今天就站在男性的角度具体分析一下，大家记得做好笔记。1. 男人天生穷相的相学特征。1. 额头塌陷。在面相学里呀，额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人智商的表现。天庭饱满寓意着这个人运气好，而一个男人如果额头塌陷，一辈子都难以在财运上有什么作为，即使天降横财呢，也很快被败光。2. 鼻子塌陷。鼻子呢是男人的财帛宫，男人的鼻子挺拔，人就越自信，财运也就越好。而鼻子塌陷呢，男人不仅心理自卑，还没什么能力，但又非常的自我，做事情呀远远没有别人那么有主见，只在乎眼前的利益。并且呢，鼻子塌陷的男人还非常的懦弱，一辈子不会发大财，只够维持家庭生活。3. 两颊无肉。两腮稍瘦无肉的男人，就算出生在富贵之家，也只能做一个守财奴，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同时呀，这样的男人一般没什么责任心，非常的自私，对待自己的另一半不会好，事业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个性顽固，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这种男人呢一辈子贫穷。4. 尖下巴。下巴是一个人的财库，下巴长得尖细的人不仅财运不好，晚年的运势也不好。尖下巴的男人做事情虎头蛇尾，哪怕赚了钱也留不住，可以说呢非常的不靠谱。生活中呀，顶多维持日常开销，一辈子都很难发大财。5. 财运线少且弯曲。财运线所处的位置是小拇指的根部，水丘心之上。财运线一般呈现为几条细长的直线，一般来说呀，财运线越多越长，说明这个人的财运越旺，赚钱越多。相反呢，财运线比较少，甚至完全没有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的财运欠佳。而如果有财运线却十分弯曲的话，这种人的财运一般也不是很理想，但在求财的过程中，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很容易破财，而且赚钱呢也不是很多，赚钱难度呢要比别人更大，所以日子过得一般很辛苦。6. 没有事业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赚钱依靠的就是工作，若是工作不好的话，赚钱自然也不会多。
在手相中呢，事业线所反映的就是一个人的事业发展情况，而事业线所处的位置乃是手掌根部中间位置向上延伸出的一条线，一般呢都会与生命线相交，但有些人事业线很浅很短，这样的人事业运势一般都不是很好，事业发展呢也不是很顺利。但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事业线，这样的人事业运会更差，而且自身呀也没有什么事业心，所以赚钱不多，日子过得也一直都很平淡。7. 手掌薄肉少，如果手掌给人的感觉比较薄，没有什么肉的话，这种手相的男人一般财运比较差，赚钱也不多，做事情怕麻烦，所以不愿意付出太多的努力，总是想着偷懒，以至于在生活、事业等方面呢，一直表现的不是很好。再加上自身缺乏责任感，所以在生活中呢，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得过且过的想法。因此呀，这种手相的男人物质生活条件一直不是很好，也很难成大事、赚大钱。8. 指缝较大，五指并拢之后呢，如果手指之间的缝隙比较大的话，说明这个男人存不住钱。在手相学中认为，指缝越大的人漏财越严重，所以说呢，指缝比较大的男人很少会有存款，他们没有危机意识，所以只要手上有钱就会放心大胆的花，根本不会去考虑自己之后的生活如何，导致自己呢经常会面临缺钱的问题。2. 男人天生负相的相学特征。1. 天仓平整，天仓所指的是人的太阳穴位置，一般这里比较平整，没有皱纹，没有过度的凸起或者下凹，就属于大富大贵之相。一般有这种面相学特征的男人，个性都比较要强，并且很有野心，他们想要在生活或者事业等方面都过得比别人更好，所以做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刻苦努力。同时呢，自身的运势也比较旺，而且容易遇贵人。所以啊，这种面相的男人在职场上经常会得到贵人的提携，从而让自己的事业发展更加的迅速。2. 双眉浓密，眉毛比较浓密的男人一般也都给人一种很阳刚的感觉，而且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个性也比较阳光开朗，同时呢也十分的有毅力，甚至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比较顽固的感觉，以至于在生活中呀，一旦确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他们就不会轻言放弃，而是会不断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直至取得成功。当然呀，或许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这种面相的男人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生活品质却不差，一样也能过上那种大富大贵的好日子。3. 额头饱满，额头饱满的男人能够洞察人生，知道如何取得成功，事业运势比较平稳，不会有太大的浮动，属于细水长流的做事风格，慢慢呢会建立自己的事业，该得到的也会得到。4. 眉毛整洁，眉毛是相术12宫中的兄弟宫，又被称为保寿宫，眉毛以整洁清秀、无断眉为最佳。这种面相的男人不仅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因为善解人意，不会乱发脾气，所以能够交到很多对自己好的朋友。这种人呢，做事稳重，深受朋友的信赖，而且事业运很强，创业一定会很顺利。5. 鼻翼饱满，在面相学中呀，一个人的事业运在鼻子上有所体现。鼻梁高直、鼻翼饱满的人做事比较扎实自信，事业上往往胸有成竹。他们付出呢也比较多，不投机取巧。虽然经济上不会一下子暴富，但事业上会蒸蒸日上，逐渐变得富贵，地位稳步上升。6. 耳大有轮，耳朵代表了一个人的名气和层次，一般耳相生的不错，都能够结识比较高层次的人。耳轮外扩且耳垂呈水滴形状，这样的男人事业运极好，多表现在机遇方面。如果自身努力呢，就会一鸣惊人。7. 手相中田宅宫饱满，手相中的田宅宫位于大拇指的最下方，因为这里肉多饱满，则说明这个男人的偏财运很旺，而且一般呢以房产、天地、物业等为主，所以如果投资的话，可以朝着这几个方向去投，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这方面的生意，对于你们的经济生活改善呢会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呢，还有一些田宅宫比较饱满的男人，是因为继承祖业，所以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
8. 事业线分叉较多。事业线呢位于手掌根部的中心位置，向上延伸出一条线，这就是事业线，一般会与生命线相交。如果事业线上的分叉较多呢，说明这个男人工作并不是很专注，会涉及到很多个工作领域，所以稳定收入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没有稳定收入，完全是依靠一些其他方面来收获财富。但这种手相的人呢，一般也不会缺钱，毕竟偏财运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呢，物质生活条件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富裕的。9. 手相上有成功线，成功线所处的位置是在智慧线与感情线之间，方向呢是正对中指位置。如果手上有这条线的话，说明你们的偏财运表现得也很旺，而一般有成功线的人都比较适合做生意、投资等等。反之，如果一个只打工的话，很有可能会碌碌无为一辈子，也很难成功。毕竟这种手相的人旺的是偏财运，正财运表现并不是很好。单纯的依靠自己的努力付出，想要赚大钱很困难，所以呢，需要适合找到自己的求财之路。当然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与风水、八字、姓名等多方面原因有关。由于时间问题呢，老师下次再为大家讲解说明。希望以上内容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命理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可以留言咨询。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